Is it you? Is it? Yes. 你知道吗？世上得过最多奥斯卡最佳原创音乐奖的是写《女人香》和刺激1995作曲家的父亲 Alfred Newman， 他以9座奥斯卡小金人称霸影坛。但是你来猜猜，以5座奥斯卡奖荣登世界第2名的，除了约翰威廉斯，还有谁呢？也许这位作曲家的名字你没听过，但是他的音乐你肯定朗朗上口。从007到似曾相识，从远离非洲到与狼共舞，这些叫好又叫座的金奖电影配乐，全都出自于这位英伦绅士 John Barry。 嗨，大家好，我是 Sherry， 今天要介绍史上最会谱写刻骨铭心爱情的电影配乐家，与他那充满文学优雅又令人难忘的浪漫主题曲。若你问我要怎么听出这是 John Barry 写的音乐，很简单，只要听到长笛和竖琴这2个乐器，有时候再加上一点钢琴，与抒情浪漫的弦乐背景，偶有一丝阴暗不明朗的转调，那么10之8九你就可以肯定这是 John Barry 写的。John Barry 出生于2战前夕1933年的约克，年轻时就已帮自己父亲的戏院工作，也就是在那时，他踏上了电影配乐的不归路。在英国从军的日子，他到了希腊 Cyprus， 在开始学习小喇叭后，他便成为军队乐师。1957年，他成立了自己的乐团 The John Barry Seven， 后来渐渐开始作曲编曲，在1958年首次为电视写配乐。虽然和 John Williams 他们都属于旋律主导型的电影配乐大师，但是 John Williams 的电影作品比较多元，而 John Barry 却更偏爱文艺片，除了007系列。而不管是哪部电影， John Barry 的音符中总能释放一种浓厚的优雅古典气质。和其他电影配乐大师相比， John Barry 个人就获得过5座奥斯卡小金人，他既是实至名归，也是非常幸运。这5座其中的2座是颁给《狮子与我》，另外3座分别给了《冬之诗》、《与狼共舞》与《远离非洲》。当然，这还不包括他得过各式各样的大小音乐奖，包含金球奖、格莱美奖、英国演艺协会等等。以下就让我们来介绍这位英伦绅士写过的3部电影经典代表作。荣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的丹麦女作家 Karen Blixen 将自己年轻时在非洲的经历写成《远离非洲》电影的同名自传小说。Karen 在非洲居住了17年，她在1914年嫁给了瑞典贵族 Bror Blixen。她感染了梅毒，管理了非洲农场土地与大批员工，但在1931年，她失去了一切：婚姻、生育孩子的希望、爱情、土地、金钱。在她46岁身无分文时， Karen 回到丹麦老家，并且靠家人财务资助度过余生。这本书并不是在描述公主王子的幸福生活，但正因为这样，才让人品味再三，无限惆怅。整部电影围绕在女主角 Karen 的非洲生活，时空背景设在1920年的东非。在那短暂的原野生活中，有2个男人对她生命起了重大影响，一个是她的丈夫波尔，另一个就是她的情人 Dennis。 丈夫除了给 Karen 男爵夫人的名号，以及差点害死她的梅毒，他名分、地位、金钱都有，但就是没有爱。反观情人 Dennis 不曾给过 Karen 任何承诺，却教导她用更宽广自由的眼光和世界相处，并且给予 Karen 真爱。在遇到 Dennis 之前， Karen 比较像是个控制狂，对于自己所关切喜爱的人事物都希望能够完全掌握。一直到 Dennis 意外坠机身亡，他才明白这世上每个人都是自由的个体，不需要因为爱而改变自己或对方。这种真爱自由的观念对于当时保守的英国社会，尤其女人的传统思想给予非常大的冲击，而这阶级地位也是整部电影的核心思想。从 Karen 她先生对待她的态度，英国白人对于非洲人的主仆关系，甚至
从 Dennis 想让猴子也学会听莫扎特这种荒唐可笑的殖民优越主义，都处处反映着阶级对立的强与弱、高与下、优与劣、束缚与自由。而除了莫扎特竖笛协奏曲来描述那无忧无虑的非洲大草原生活， John Barry 采用延绵不断的西方管弦乐写法来描述那遨游天地无边无际的爱情世界。关于远离非洲使用的莫扎特，欢迎看我另外一支影片，为什么金奖电影都爱用莫扎特的音乐。远离非洲最特别的是，这部关于非洲的电影里面却没有大量的非洲音乐色彩。John Barry 用优美精致的古典手法呈现音乐，他并没有特别凸显非洲的地域风味。你可以说，这本来就是 John Barry 一贯的风格啊，但这也许是暗示电影中所讨论的殖民主义的另外一种表现方式吧。I Have a Farm 的旋律应该是史上最耳熟能详与朗朗上口的主题曲了。从铜管乐器的前奏开始，主旋律微微升起，而男女主角乘坐飞机遥看壮阔的非洲大地时的片段 Flight over Africa 也用同样的主旋律描述天地心灵间的自由。我们不难理解，后来奥斯卡金像奖英伦情人的开场与结尾片段也和远离非洲是如此的相似。这应该是英伦情人导演 Minghella 向远离非洲导演 Sidney Pollack 最高的致敬了，因为远离非洲的飞行场景实在是太美了。Alone on the Farm 是电影配乐的副主旋律，拨弦的竖琴伴奏着悠扬的木管旋律，让人感受到女主角灵魂深处的那份孤单与对爱情的渴望。I'm Better at Hello 的旋律和 Alone on the Farm 一模一样，只是这次 John Barry 用木管和竖琴重新编排罢了。Have You Got a Story for Me 主旋律先从钢琴双音开始，但在曲中下半段却转调于一暧昧不明的小调，然而最后一个和弦却又是甜美圆满的结束。像这种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写法是非常的 John Barry 哦。在其他电影例如与狼共舞、似曾相识、午夜牛郎、棉花俱乐部和卓别林传都能清楚听见这种风格。若说铁达尼号是千禧年期最唯美的爱情电影，那么似曾相识应该是20世纪最永生难忘的故事。故事从一位刚成名的剧作家 Richard 的庆功宴开始，一名老妇人缓缓走向男主角，交给他一只怀表并说 Come back to me 就离开了。几年后 Richard 心烦意乱，一个人开车到郊外散心，来到一间历史悠久的大饭店。他在历史文物厅看到当时知名女演员 Elise McKenna 的照片，顿时他仿佛觉得似曾相识。经过调查才发现，原来他们早就相爱过了。为了解开谜题， Richard 以自我催眠的方式回到1912年，他爱上了美女，当时是知名女演员 Elise。 两人一见钟情，爱到地老天荒，晴天霹雳。无辜 Elise 经纪人的反对，他们两个决定携手一生。然而某天早晨， Richard 不小心从口袋掏出来自未来的1979年钱币，一瞬间他被时空抽离，回到现在，而再也无法重返过去。在电影最后， Richard 抑郁而终，片尾时终于在天堂与 Elise 重逢。这部电影的配乐成分和远离非洲很类似，有一首既有音乐成为穿针引线的关键。拉赫曼尼诺夫的帕格尼尼主题狂想曲穿越时空，让来自2个不同年代的男女主角重逢结合。而关于拉赫曼尼诺夫的音乐，欢迎看我另外一部影片《似曾相识》中的拉赫曼尼诺夫竟然是来自未来。其实每位电影配乐家每一次的创作灵感并非凭空出现，往往是既有音乐去激发了配乐家。例如莫扎特影响了远离非洲的配乐，拉赫曼尼诺夫影响了似曾相识，
巴哈影响了英伦情人的配乐风格，或者配乐家的独创风格本来就隐约朝向自己最钦佩的作曲家向他们致敬，例如 John Williams 和 Shostakovich 的铜管音乐写法，甚至在某些音乐片段几乎完全一模一样。而 Hans Zimmer 的科幻片其实和 Host 的行星组曲与许多普罗高菲夫的音乐也非常相似哦。电影配乐家的原创音乐其实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原创。从小喇叭的号角声响起，还有美国军队鼓当背景，与狼共舞用音乐来表征两个不同种族的对立，和远离非洲非常相似。与狼共舞讲述着美国西方殖民主义以及美国土著的文化冲突。荣获7座奥斯卡金像奖的与狼共舞，令人想起阿拉伯的劳伦斯或 Robert De Niro 主演的教会。剧情描述美国南北战争的英雄登巴中尉，为了寻找新生活，他来到了神秘的西部。他被大草原的壮丽吸引，并和一只两腿都是白色的野狼共处。某天途中，他救起了一位想要自杀的苏族妇女，站立拳头 stands with a fist。 因此他开始接触了印第安苏族人，他们给登巴取了一个名字，与狼共舞 Dances with Wolves。 而后他取了站立拳头，并想要和印第安人永远住在一起。然而某天，白人士兵开枪射杀印第安人，并认定登巴是叛徒，把他囚禁后，苏族人却冒险把登巴救起来。为了不连累印第安人，登巴带着妻子离开苏族人。18年后，苏族人被迫与美国政府签订协议，放弃他们世代相传的土地。若说与狼共舞配乐最重要的特色，那就是力与美的表现游刃有余。比起远离非洲，与狼共舞更呈现了人性比较残暴的一面。但是 John Barry 终究是英伦绅士，在诠释残忍，并非像史诗动作片如《神鬼战士》那么张扬血腥。我个人最佩服的是 John Barry 在大小调中的转换，就好像光线中的几种色层，它可以突然从大调换成小调，但却不违和，反而让人有种期待，因为 John Barry 始终会以一个光明的方式结束。从 John Barry 身上我们可以了解，除了旋律本身必须优美，配器、色调、力道、氛围的完美整合，才能衬托出一部电影大场面的力与美。